好吃，好好吃。我介绍我小吃吗？我有很多小吃，我可以介绍我全家的小吃带过来。酱汁牛肉味儿，瓜子仁儿，韩国的，韩国的薯片儿，日本的，日本的鸡丸。哦，这也是那种米那个米饼，米你看下面的这个是中国的，纸皮核桃。对，这个是越南的，价格差距很远的。你觉得哪个更？中国这个很好，中国的贵是吧？对中国的贵一点，就是那个味道，浓一点，就是那种肥一点，有味。越南的这个是很淡，他刚从用口咬。他现在牙齿好了啊。就那个，在越南我们大部分都不住宿舍，就是在中国就住宿舍了。然后在越南也会在学校里面没有食堂，就很少有。就是说，咱们的越南大学和中国的大学还是很大不同的，是不是？那越南的大学不住宿舍，那你们自己住房。你们在越南读的是哪个大学？我是香港外语大学。岘港的外语大学，那学的就是中文嘛，对不对？英文和中文没有中文吗？有没有中文？也有，我的学校有中文，可是我就学英文嘛。那学了英文反而到中国去留学？就那时候我的大学是需要第二个语言才能毕业，不止英文。所以你选修了中文。对，我选了中文，可是那时候学中文怎么说呢？那时候第二门就很简单的那种，就是不会看字，也只大概记得个200个字，就可以考过了。然后就越学越觉得有趣嘛，然后那时候开始交中国朋友啊，我觉得中国男生对女生也蛮温柔的，对呀，肯定我们女生也喜欢这样嘛。对，然后就有兴趣了，然后就继续学了，然后就看到去中国留学的机会嘛，就升级。所以你就到中国去留学了。对。那其实在中国留学，在住上面和越南的是不同的。那中国留学的，在中国留学的时候宿舍怎么样？我们住校嘛，有我们留学生的。也不是整个公寓，就是在公寓里面有一层是所有是留学生的。就是有专门的留学生公寓。对。那是几个人一个房间？4个人。那里面有比如空调啊？有。小轩，您是在哪儿读的大学？我在河内国际大学。河内国际大学。您学的是哪个专业？应该不是中文。不是，是人事管理。人事管理，就企业的人事管理。那您怎么想到去中国留学呢？因为我看电视剧，还有我看网上就是中国的风景很美，所以我想一边去学习一边去旅行。你可以对比一下，在越南接触的中国人和在中国接触的中国人。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有区别，有很大的区别。开始来中国就觉得中国人蛮热情的，就也蛮好友嘛，就看到你是国外人啊，然后能帮忙就帮忙嘛，特别是学校的老师，我的专业的老师就特别照顾我们，就我们刚来就带我们出去逛逛了，也问下有什么困难啊，还会安排每个。留学生有一个中国学生就跟着，就有什么事情可以联系他们。然后可是也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越南在哪里。是可能会有。然后也有很多人看到我们一群几个越南人出去嘛，说越南话，然后他们就你是广瞪着看着这样的泰国人吗？对，就很神奇啊。对呀，我说泰国人吗？我说不是泰国人啊。那他们也不知道我们说哪个，应该是方言的。我们说不是，又不是中文，就什么都不是，我们不是中国人。就长得太像了嘛。对。也有很多人说我们的口音像广东人。
然后他们看我们个子比较矮嘛，重庆女生还是蛮高的，都是1.6米到1.7米左右。然后看我们就1.6米以下，他们就说你是广西人。哦，广西人个子矮吗？然后没那个重庆美女的那个白嘛。啊，重庆不，你们两个也都挺白的呀。不能跟那个重庆美女比的，她们太白了。那中国，那你在越南认识的中国人，那和在中国认识的中国人，就是有什么不同？也有共同点，就是也有很多也善良，人好嘛。可是不好的人也有。或者有很多就是他们觉得，工资就觉得太低，可是房子他也说啊，房子为什么那么便宜啊？我就说你看一下工资这里，不能一个美国人来中国说中国为什么房子那么便宜怎样嘛？就每个国家的消费不一样嘛。有的会理解，有的会想开一点。可是有的人也想的比较偏，怎样？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不好的，正常的。其实就是有些中国人到了越南以后，他会觉得越南的物价很低啊，或者说东西很便宜啊，他会觉得自己一下子很有钱了，有点飘，是不是这种？是不是这种概念？肯定有嘛。然后觉得越南美女比较多嘛，在中国就只敢有一个，在越南就想有几个的。那你认识的中国人里面有几个的人多吗？多啊。很多吗？很多。那你之前是在哪里？是北部工作是吧？对，北部。是北部哪个地方？北宁吗？北宁。你也是在北宁工作，那你就当时认识了很多，那你对他们这些人有什么评价吗？就是他们在越南找了很多老婆。有的是骗人的，就是说自己当生意怎样嘛。有的人如果他们也坦白，就是我已经有老婆还是怎样，还有女朋友了，可是他们不在，我就想也想有你在，也想有他在怎样。如果这样就看他们怎么商量了，没什么。如果就骗人呢，确实不好。我听我朋友讲，就是也很多，在中国也有，在越南也有。不但就是只是玩，他们也是真心的。可是他们就处理好，就是我够能力给你好的，那就可以。有人确实也接受这样。对，那对于越南女孩子，她们也愿意接受吗？就是比如他们知道啊。还是有一部分人能够接受这些生活方式的。比如他们能找一个更好的，那他们不愿意。可是如果看自己的条件能不能找更好的，如果不能，那就接受这样也可以。因为不是那种理想中的，就是对那种纯爱那种。现在都这样吗？对。就你求婚的时候，肯定你也有什么的吗？你什么都没有，也没几个人愿意嫁给你啊。对，所以中国的单身光棍儿在中国都找不到老婆，然后收入也不高，那来到越南呢，可能也是找不到的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不是，如果他们真的是单身，然后收入不高，可是只需要大概4000到5000人民币，那可以了，因为虽然钱不多，可是他们的态度特别好就行。那也就是在中国，他收入只有4-5千人民币，那到越南了，可能就也是普通的嘛，也很普通，对吧？也很普通啊。但是如果他真心的对越南女孩子，对越南女孩子还是能够接受的，对，能接受的。那就是咱们越南这边女孩子结婚，她是要彩礼的，对不对？就相当于看条件，如果条件你看男方的条件不是很好，可是他对你好，那就不用彩礼。那可能是不是每个地方都不同呢？就小轩，你们那边的女孩子结婚要彩礼吗？彩礼男方就是他们自己准备，不是我们女方要求什么。就是不是你们要求的，对，他自己准备。如果说他家里条件比较差，那他就可能准备的很少。对。如果条件好，就会多给一点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得挺好的，因为在中国这个彩礼这方面压垮了很多年轻人的爱情。就是
中国的彩礼，你们可能在中国待过，我知道，应该知道很高，是不是？很多年轻人就是在面对彩礼的时候无能为力，然后选择两个人分手。有的人都处了很多年了，就是因为彩礼就不得不分开。这边的观念完全不一样嘛。第一是看你自己那时候的条件，第二看年龄。就如果你太年轻了，那就24、25岁。没有，那就继续等几年再继续工作嘛，赚一点了再说，因为至少有家庭也有一点存款才好。可是就不是因为了给我自己，或者不是给我家，就是给我们的以后。就因为中国男生要有那个彩礼、那房车的那个压力，所以呢，他们比较吃苦。我看到很多中国人来这边，因为了出国就能赚多一点，他们就愿意聚了，然后每一天都特别节省的，不怎么花钱。越南这边就随意一点，虽然我工资3000，可是吃得好，喝得好，男生就舒服一点。也觉得呢，大部分越南男生就觉得，女生要做家务嘛。那女生就要有工作，要照顾孩子，要有存款，要有漂亮，那就辛苦一点。所以就是越南的女孩子压力反而相对来说大一点，中国的女孩子压力就很小，是吧？因为他们在异性追求上，因为特别是现在的中国女孩子，她要对方要求很高，又要有车有房，然后又要会做家务，所以中国男生压力就很大。是吧？所以中国男生没有越南男生幸福，然后但是中国女生比越南女生可能要相对来说要轻松一点，是这样吗？相对是轻松。很多人给很多，特别是给中国人的感觉里面，越南的女孩子很多，然后嫁不出去，就是男生不够嘛，就是女生比例要大于男生，然后越南女生又很漂亮，也不需要彩礼，他们就很想到中国的有很多年轻人就想到越南来找老婆，非常非常多。如果态度好，对人家好，那我觉得这样是受欢迎的。可是如果你觉得只是因为了觉得这样便宜嘛，是省你钱，那就一分钱一分货，你也找不到什么好的。对，我非常认可你这种说法，就是说你只要真心的平等的跟人家相处的话，那应该是可以的，对吧？如果有爱情，两个人就可以在一块儿。如果没有这些爱情，你就觉得你有钱，就他跟着你。对，没几个呀。那是买卖了，是不是？对你觉得你怎样呢？有很多中国人就是，特别是在中国不是什么，然后就去国外去越南，觉得哎呀，我收入1万好多嘛，在这里跟你们比就比很多人牛逼了。然后觉得那些女生没多少钱就能嫁给我是她的荣幸，我有权利去选嘛。那样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。这种就是在人格上就没有平等。其实我认识好几个中国朋友嘛，他们在这里工作，然后也在这里娶老婆，他们对老婆特别好的，就也蛮相信，甚至有的人还没领结婚证，就拿自己的钱所有的去买房买车给他了，因为还是中国国籍嘛，还用老婆的名义去买。对，他不能用中国人的名字去买。可是如果是互相爱，那就要相信对方嘛。对呀，这是基本的信任嘛，对吧？你一年一点你自己赚的钱都舍不得给他花，怎么可能他会给你一辈子呢？会给你长久呢？是不是？可是最好还是领了再买嘛，就领着钱要该怎么花就怎么花，领着后就不一样的，因为就是这个，现在人房量还是蛮快的。然后还有很多，就是我刚来重庆的时候，别人问我，如果我娶一个越南老婆嘛，那我给他彩礼，他跑了。我听他说，就电视上有这个新闻。这个看你怎么认识他吧。你刚认识1、2天，我就这个长相可以，我就要他了。那他骗你也是正常的嘛。对。
那你们没有感情基础。对呀，你们认识了1-2年，感情真的到位了，然后你们真领求婚证了，那他怎么可能这样做嘛？彩礼也没多少。因为时间太长了，就没有观众愿意坐在那儿对吗？看我们看这么久，对不对？除非我是大美女，除非。你就是大美女，干嘛要除非呢？不是，除非。没有除非，你就是大美女，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你这五官很符合中国人的审美。那为什么我在中国的时候没人喜欢我？你这骗我吗？我亲那么多人，他们都不喜欢我。你有可能在中国认识的中国人都没有在越南认识的多，都多，是吗？人家都嫌弃我，不喜欢的那种。这不是我也不挑啊，可是人家不喜欢呀。不会吧？那帮你征婚？啊？帮什么？我说帮你征婚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帮你找中国男朋友。以后给你红包。好。成了给你红包。好的，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可以。那行，那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此结束吧。非常感谢你们啊！大家记得关注在越南的老魏啊，多了解越南的文化。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此结束，拜拜。拜拜。